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曾粉夫人聊聊感情事。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分手这件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被分手的经验分手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占被分手的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不爱了，或者是对方很坦诚的说他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假设今天呢是不爱了，对方也喜欢上另外一个人，有两种情况，对方很坦然的、诚实的告知你，他已经不爱你了，他也已经有了别人了。那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方已经有了新的喜欢的人了，却不愿意承认，而把所有分手的原因归纳在你的身上，把它推卸在你的身上。那此时你应该要很庆幸这个人跟你分手了，因为假设他是一个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问题，而总是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的话，这样子的人你如何期望在未来遇到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担起责任，或者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当然你可以说，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双方都有责任。他今天所说的，今天他想要跟你分手的原因也是真的，但是他移情别恋也是造成了他决定分手很大的原因，但他却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我觉得当双方都有问题，一段感情不可能只是单方有问题，双方都有问题，所以你应该要很公平的去真诚的坦白的面对双方之间的问题，而不是单单的只是把单一责任推向在某一方。所以今天当你的对象他今天做的是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要很庆幸他今天跟你分手，因为这样子的人你也无法依靠他。好了，那不论今天是他有坦诚也好，他没有坦诚也好，他今天都想跟你分手，而你都不愿意分手，此时你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你不愿意跟他分手？假设你不愿意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你还爱他，所以你不愿意分手，你可以好好的跟他沟通，把你对这一段感情你的想法，还有假设有任何他觉得造成你们今天走不下去的原因，你愿意去改善，他是否愿意会努力，他是否愿意给你机会。假设你非常真诚的告知他你不愿意离开他，你希望可以继续为这段感情而努力，而他依然决定转身离开的时候，此时我会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也潇洒的放下，转身离开。因为你不愿意放手的原因是因为你还爱他，而你如果真的爱他，你就会希望他过得快乐，不论他今天快乐是否是跟你在一起，或是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假设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能够给他更多的快乐，如果今天你真的爱他，你就应该要放他走。所以基于这样子的原因，当今天你表示了你愿意为这段感情而努力，想要再继续看看有没有办法挽留的机会，而对方也拒绝了你的时候，此时的你即便再不舍，我都会建议你放下，真心的祝福他幸福快乐，然后转身离开。这件事情说来简单，但非常困难。你一定会很想要跟他联络，你一定会在伤心的时候常常就会想起了他，孤单的时候想起了他，喝醉的时候想起了他，走在你们曾经走过的街头的时候想起了他，你都会想要跟他联络，但是你必须控制自己不能跟他联络，因为当你放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非常潇洒的转身离开，因为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他今天假设，即便是他有了新的对象，他一定有一段时期是你与那个对象并存的时候，所以即便他当下跟你分手，他对你都不是毫无感情，所以这时候你表现得越潇洒，你保留在他心目中最后的形象就会越美好。再加上今天因为是他喜欢上了别人而跟你分手，所以他对你有某一份的愧疚。他对你有愧疚的同时，如果你又非常潇洒的放他走，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于文文的一首歌叫《体面》，他的确就是分手。你今天你分手的体面，你潇洒的转身离开，其实是保留了你们过去的美好。那你留在他内心最后的印象是美好的，加上他对你那份愧疚，你要想每一段的感情，它一定都有一开始的蜜月期，还有到后面的平淡期，甚至到争吵期。所以你潇洒转身的印象会深深落在他的脑海中。当他与新的对象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你，他一定会想要回来找你。而此时选择权就在你身上了，你是否愿意再重新接受他？而这些前提都在于，因为你最后留给他的印象是美好的。假设你今天因为你不愿意离开，你不愿意跟他分开，而对方却也不愿意再跟你继续努力下去了，于是你就展开了死缠烂打，要死要活的去威胁对方，去用道德绑架对方，去情绪勒索对方，让这整个分手的过程越来越难看，歹戏拖棚了很久，终于分手了。那此时你在他心中的形象也已经尽毁了，你们所有曾经美好的曾经也会在最后那一个死缠烂打的过程当中被消灭了。他对于你的一分愧疚，还有那一分曾经的情感，也会因为你的死缠烂打，让他觉得真的受够了而消失殆尽。而此时，就算他与新的对象发生了问题，他也绝对不会想要再回到你的身边。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假设你今天不愿意跟这个人分开，但是对方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即便你强力去挽回，他也只是延缓了分手的时间。你不如就潇洒的放手。当你潇洒的放手的时候，或许你们还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此时你应该要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也要相信，分手这件事情它不是世界末日，它是老天给予了你重新选择的机会。或许在当时的你不够好，他所说的跟你分手的原因有关于你的部分，或许都是真的，所以他值得更好的人。所以这时候的你应该要从这段失败中，从这一段感情当中去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人。当你成为了更好的人的时候，或许他就会回头找你了，也或许你已经成为了比他更好而值得更优秀的人。那这时候你遇到新的缘分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把握住它。但是如果你一直活在过去，流连在过去，不愿意从失败中学习，其实不能够说今天被分手就是你的失败。但是每一段感情，每一段相处，一定有可以更好的地方。你就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其实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未来能够有更美满的感情而努力。那再加上呢，如果呢，你能够成为自己能够提升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他或许今天也会回来找你。所以依照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我所有的前男友都是跟我分手的，我都是被分手的那一个人。但是我每一个前男友都会在1到3个月内回来找我，但是我都不愿意再接受了。不过分手的当下，他们都觉得我会爱他们一辈子，我可能无法找到新对象，我都跟他们讲我不会，因为我在一段感情的投入的时候，我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了。我不愿意分手的时候，我也是告诉他们我愿意去努力，但是当他们拒绝我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潇洒的就转身离开。这件事情说的简单，但做起来非常困难。你有多少夜晚会想要绑住自己的手，只为了不要不小心传简讯给他，或打电话给他，或者是哭的求他回来？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你也可以去找新的对象，去转移注意力，这些都可以，但是不要留恋在他身上。假设你真的觉得对方是很好的人，那你给他机会，也给自己机会，你给自己时间去成为一个能够更匹配他的人，然后保留自己在对方心中美好的形象。那么有一天，你们或许会有缘分，能够再续前缘。假设没有，那也只代表你们今生的缘分不够多。但是只要你成为更好的人，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感情，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请不要纠结在一个心已经不在你身上的人的身上。这是这一次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有关分手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一些情况，就是被分手那一方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呢，想尽办法的挽回，甚至去追踪对方，已经企图想说不要让他知道他的行踪，他还甚至想尽办法的去了解对方现在在干嘛。这些其实只是把对方推得离你更远而已，反而你离开时潇洒的身影才有办法永久留在他身上心上。那你也要相信，不论是男是女，今天分手的那一个人，如果被分手人越潇洒，你美好的形象会留在他心里永远，因为你最后在他心里的形象是美好的。不论他最后有没有回来找你，你至少可以很骄傲的说，这段感情你们好好的结束了，你也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形象。我想好聚好散，大家双方在对方心中留下美好的形象，其实是你对于曾经的那一段感情所能够做的一个尊重跟珍惜。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节目，当然我希望每一个人的感情都可以很好很顺利，能够修成正果，能够达到你所想要的地步。但是万一你这中间有了一些波折，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尊重对方的意愿，然后让自己体面的离开。如果没有听过于文文体面这首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听一听。他的歌词其实写得不错，他的歌词其实也就是说，你就潇洒的转身离开，因为那是最后你给这一段感情的一个体面的结束。好了，这就是这一次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有关被分手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不要把被分手当作是丢脸，因为这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我所谓的你要从被分手中去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并不代表对方所说的一切你都要照单全收，因为有的时候只是对方的推脱之词，所以你自己必须要有那一个能力去分析，在这段感情中你如何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对于那些推脱之词，你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的，请你也不要去把他所有说的所有的事情全部照单全收，因为那只会让你自己变成更不像你自己。所以你要有你自己的中心思想，你要有能够分辨是非，分辨他所说的当中哪一些是真的你可以修正的，哪一些是他为他自己所说的推脱之词，而你可以不需要理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段很顺利的感情。如果对于对方所说的你有不是很确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你应该要修正的，哪些是你不需要再修正的，你也可以去咨询身边的人，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也可以，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在节目中来讨论这些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私下约聊一聊的时间。好了，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我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期再见。如果喜欢的话，欢迎你在下面留言、点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